第二章元神、食神。天地看待人就像看待蚂蚁一样微不足道，而大道看待天地也像泡沫一样虚幻。只有元神的真性才能超越原始全体，达到更高的层次。但是人的精气会随着天地而衰败，只要元神还在，就没有极限。天和地的产生都由此而来，只有能够保护元神，才能够超越生死轮回，超越三界之中。只有通过领悟自己的本性，才能够实现，也就是所谓的本来面目。人在投胎时，元神居于方寸之中，而食神则居于下心，下面有血肉之心，形如大桃，有肺覆盖其上，肝辅助，大小肠承担。如果一天不吃东西，心脏就会感到不自在，听到惊吓就会跳动，听到愤怒就会沉闷，看到死亡就会悲伤，看到美好的事物就会狂喜。但是天心上的部位却一直微微不动。天心难道不能动吗？方寸中的真意又如何能动呢？当它动起来时就不好了，但同时也是最妙的。当一个人死亡时才开始动，这是不好的。而最妙的是，光已经凝结为法身，逐渐通灵，渴望着运动，这是千古不传的秘密。如果我们的下识心像一个强壮勇猛的将军一样欺负弱小的天军，那么久而久之，整个社会秩序就会倒置。现在我们要守护自己的员工，就像一个明智的国君坐镇上朝一样，通过回光返照的修行方法，让我们的内心清明宁静，就像左右两位忠臣辅佐国君一样，治理国家的内政就会有序肃静，所有的奸雄都将翻盘，被迫向我们祈求救命。丹道是一种修炼身体和精神的方法，其中最重要的三个元素是金水、神火和意土。金水指的是先天的真气，神火则是光明的能量，而意土则是人体中心的天心。透过将神火用于身体，让意土成为身体的基础，然后以金水作为修炼的基础，人们可以透过意念来创造身体，并且制造出一个不止7尺的身体。身体中含有魄、识和魂等元素。魄是阴性的，识是体现魄的形式，识与魄相依相生，而魂是神的藏身之处，白天存放在眼睛，晚上则停留在肝脏。当人们做梦时，魂可以自由遨游9天10地，但是当人们清醒时，他们常常会被困在自己的身体和魄中，无法自由遨游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丹道修炼者需要使用回光这种方法，以炼魂、保神、治魄、断识，将身体和魂解放出来。在古代，人们通过炼尽身体中的阴浊，返璞归真，以消耗魄和全魂，实现身心灵的提升。回光即是一种消耗魄和治魄的方法，虽然无法实现完全的返璞归真，但它可以帮助修炼者掌握金水、神火、意土3种元素，并最终让他们的身体达到完美的状态。在丹道中，将人体的生命力称为金水，将意识视为意土，将人体内的能量称为神火。在这种修炼中，金水是最基础的元素，神火则是主要的能量源，意土是修炼的核心。作者认为，如果我们只注意到物质层面的存在，我们就会陷入迷惑和束缚中，因为我们的思想和意识会随着身体的变化而受到影响。因此，我们需要修炼来控制我们的身体和思想，
回光指的是通过修炼来消除身体和心灵中的混乱和纷扰。通过回光，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思想，提高我们的意识，保护我们的身体，并使我们的灵魂更加纯净。作者认为，通过回光，我们可以在身体和精神上达到一个新的层次，并最终达到精神和身体的统一。人类的灵性包括魂和魄。当一个人的灵性到达了乾宫，可能指的是丹道中的一个阶段，它就会分为魂和魄两部分。魂在天心中，是一种轻轻的照射，来自太虚和原始一样的形式。魄则是一种沉着的气息，附住在有形的心中。魂想要生存，而魄却想要死亡。所有好色的行为和情绪都是由魄引起的，这是食神意识的表现。死后，魄成为阴性，享受血食，而活着的时候却受到极大的痛苦。因为阴性回归到阴性，根据物以类聚的原理，修炼者应该练尽阴魄，才能达到纯阳的状态。